上周我才发完视频聊黄金什么时候卖，这周黄金就真的崩了一下，它一天的跌幅呢有超过6%，这个是12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了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来和大家完整的复盘一下黄金它这次为什么会下跌。那我这次在下跌过程当中的实盘操作，包括持仓成本、止损、止盈线，以及说如果你手上现在还有黄金，或者说考虑要分批布局的话，那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的机会？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哦。这周黄金下跌还是挺厉害的，它从最高点的4380，然后一路往下，单日的话它的最大跌幅有超过6%，一周的话整体下跌有8.6%。它目前的价格呢在4100左右，但是黄金它属于一个波动比较低的资产，它每天的波动也就在1%上下，那单日突然来个5%、6%的波动的话，对黄金这种老年人资产来说已经很刺激了。这次下跌呢，主要是4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获利回吐了。黄金在突破9月份的整理区间之后呢，它一口气上涨了有27%了。那技术面上面呢，它其实已经是超买了，那部分的短期资金这个时候就已经锁利离场，这个呢其实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是美元这一周的话是接近于99，快要突破100了。那黄金呢是用美元计价的，他们就像跷跷板一样，一旦美元如果走强的话呢，黄金的价格就会被压下去。还有呢，就是这周世界还挺太平的，中美贸易谈判呢有了比较积极的信号，市场也传出下周中美的高层可能会有会面，那避险需求一降温，黄金就会跌一下。还有个原因听上去比较冷门啊，但是呢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，就是印度呢是全球第2大的黄金买家，它每年排灯节的时候呢是要休市的，就少了一个重要的买盘支撑之后，黄金的短期就容易被放大波动。其实那天早上我打开软件看到它一下子跌超过5%的时候，我还是蛮惊讶的，因为它是晚上跌的嘛，早上出现的时候就相当于跳空下跌，一口气跌5%，我心里想，对黄金来说这也太猛了吧。然后我赶紧去看了一下它的技术面和基本面，我回头看了一下历史数据啊，其实这波回调还挺标准的。你看它从今年1月份突破整理区域之后呢，它上涨了有26.8%，然后呢有一个差不多10%左右的回撤吧。那这次呢，同样是突破了9月份的整理区域之后，也有一个27%的上涨。那目前呢，它的回撤是有，看一下啊，从上到下有个8%左右的回撤。你看它涨幅一样，回调的幅度也差不多。所以我的判断呢是，这个更加是像技术型的回调，而不是趋势的反转啊。分析完了之后呢，就还挺安心的，所以最后我是一股都没有卖啊。因为我在当初买入的时候呢，已经设定好了我的操作路径了。我主要在黄金的操作上面呢，用的是分成持仓的一个策略。我最近的一笔加仓呢，是在9月1号，就是它突破整理区域在$3440这个点位。即使说它现在跌到了4100附近，那这笔仓位还有19%的一个浮盈。那我的止盈线呢，原先是设在之前的低点，也就是$3900附近。那这次它有个下跌之后呢，出现一个新的低点，那我把止盈线上移到$4000，只有在收盘价跌破$4000这个价位的时候呢，我才会考虑把这一笔的加仓减去50%。现在的价格呢还在4100，还没有触发到止盈线，所以就不动了。那在更底下的仓位，比如说是1月份突破的时候，这边2700左右的仓位，那浮盈差不多有50%左右。那这个的话，我就会按照200天线，如果它不跌破200天线的话，我也不会动它。在底下的仓位的话，这个盈利已经挺大的，那这个就属于抗波动的核心仓位，基本上我是不考虑卖出的。总结来说呢，就是越早买的仓位我会放得越久，那止盈线会设得更加宽一点。那越是晚的买的仓位呢，我就会管理得更加灵活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在大幅波动的时候，我就会有明确的决策的标准，不用临时拍脑袋啊，也不容易被情绪带着走。
我上周提到过，黄金长期上涨的动力呢，主要来自4个方面，就分别是通胀预期、央行的购买黄金、地缘风险，还有美元的信用。那这次下跌之后呢，我也重新检查了一下，通胀的压力呢，目前还是存在的。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呢，虽然说是反复，但是大方向仍然是偏宽松的。各国央行购买黄金的趋势呢，没有明显的逆转。虽然说最新的月度数据还没有公布，但是也没有听到明显的减持迹象。地缘政治方面呢，虽然说阶段性是有缓和的，但是整体的不确定性还是挺高的。当然，美国的债务问题还依然存在啊。所以从长期逻辑来看呢，支撑黄金的核心因素它并没有消失。那我上周也讲过4个卖出的信号，比如说是美联储的态度彻底转阴，地缘风险明显缓和，央行停止了购买黄金，以及美国的财政状况显著的改善。目前来看呢，这4个信号呢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。而且这次的回调刚好是打到21天线，然后出现了止跌，这个是短线的重要支撑位，说明多头的力量还是在的。那我们从这个 K 线图形上面也可以看到，目前下行的节奏呢，更加是一种就是回调测试，不算是趋势的反转，所有的均线还是朝上的。整体来看呢，不管是基本面还是技术面上面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离场信号。那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黄金现在到底是该卖呢，还是可以加仓，还是先观望一下？那我的答案呢，还是我们的老逻辑啊，就是看你是哪种类型的投资人。如果说你已经有黄金了，那当初在买的时候呢，就是为了对抗通胀、分散风险，或者说是保护家里面的资产。那长期投资，比如说3年、5年的，那现在最好的策略呢，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啊。我们从月线上面来看，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化，上涨趋势仍然存在。那看历史的话，我们也说过，就算是你在之前的高点2011年买的，虽然说经过一个黄金的熊市，现在其实也已经翻2倍了。那如果说你买黄金的钱是闲钱，3-5年之内都不用的话，那像这种8%左右在支撑位止跌的点位呢，反而是你加仓的一个机会。那对于趋势投资者，比如说你的投资周期在半年到2年之间，那更加关注的就是价格和点位的信号了。那目前的话呢，我觉得$4000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啊。它如果说是跌破4000，并且是连续的收盘价都没有站在4000以上的话呢，那可以考虑部分的减仓。但如果说它是守住了4000，说明短期的支撑它还是在的。当然，同时也不要忘了观察一下宏观的经济状况，比如说美联储的态度啊，地缘政治的风险、央行的购买黄金和美国的财务状况。如果说这些基本面没有明显的转向的话呢，黄金的趋势就还是存在的。至于短线交易者，如果说你在4200左右买进的话，那现在账面上的回撤可能已经有6%到8%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它已经止跌了嘛，所以你最好先想一想，当初买的时候你的止损线设在哪里。那如果说你止损线设的比较宽，10%到15%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继续观察4000这个支撑位。那如果说你当初设的止损线是在5%的话，其实现在差不多已经超出范围了。那我们可以观察这个21天均线，如果说它跌破了21天线的话呢，你可能要考虑适当的减仓了。对于短线投资呢，其实仓位和风险管理会比较重要一些。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呢，最好已经计划好你的退出机制是什么样子，那不要等到市场下跌的时候再临时做决定，这个时候反而容易出错。那如果说你手上没有黄金想要进场的话呢，其实现在也不用太着急，因为它在这边下跌之后呢，其实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消化期，把这段涨幅消化掉，对吧？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它会反复的测试各个压力位，比如说是21天线4000点这样子。那在反复测试的过程当中呢，它甚至有的时候会跌破这个4000点的这个压力位，所以你在进场之前
最好先清楚自己的投资风格。你可以先问一下自己，你投资的这笔钱呢，多久要用？如果说你1-2年之内就要用的资金呢，就建议不要投黄金了，因为万一你遇到短期的震荡波动的话，可能会卖在低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考虑一下，你这个黄金在你总的资产当中比例是多少啊？新手的话，你不用仓位太重，特别是黄金已经经过了2-3年的一个涨幅之后呢，可以保守一些，5%，不要超过10%的仓位。那一旦超过20%之后呢，对于新手而言，这个波动可能会比较大。最后考虑一下你是怎么样进场。如果说是长期投资的话呢，可以分批进场，不用一次性全买啊。你可以比如说在目前4100买一小部分，靠近4000的时候，甚至于跌破4000、3900点的时候呢，再补一点都可以。这样子呢，可以平摊你的成本，然后减少你波动的时候的心理压力。不管怎么样吧，但是有几件事情最好千万不要做啊。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目前不要再借钱来买了，不要加保证金，也不要加杠杆。另外呢，如果说现在你没有底仓的话呢，不要一次性都满仓了，也不要用短期需要用的钱呢去买这些长期的资产投资。因为市场它一旦开始进行波动的时候呢，它会持续几个月，如果真的进入黄金的熊市的话，它甚至会持续几年。对于你短期需要用的资金呢，可能很难撑到它熊转牛的那一天啊。最后总结一下呢，就是市场波动它是一个常态，不用把正常的回调当成崩盘啊。我们提前做好规划，那计划永远比预测重要。最后呢，就是用闲钱来投资，不要用着急的钱，因为只有不着急用的钱呢，才能让你在波动的时候保持冷静。好，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